好，这节课我要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啊，大家看，设 AB 是过抛物线的交点的线，倾斜角是阿尔法，阿尔法不等于0度啊。这个条件啊，我们去掉，阿尔法是可以等于90度的。好，我先勾勒抛物线的草图，迅速的画出开口朝右的抛物线。因为开口朝右，所以呢，我的轴画的稍微靠左一点儿。这是交点 F， 这是标准方程 y 方等于 2px， 所以交点的坐标是p逗0。画抛物线一定画准线，养成习惯，不管用不用，题中是不是提到了，我们也要画。这是 x 等于负的p。我经过交点画了一条直线啊，倾斜角不能等于0度。经过交点，如果等于0度，那么它是水平的，就落在 x 轴上了。这条直线我们不要。那可不可以经过交点垂直于 x 轴呢？这条直线是可以的。倾斜角是90度，斜率不存在。那么此时这条直线和抛物线交于两个点，一个点是点 A， 坐标是 x1y1， 一个点是点 B， 坐标是 x2y2。一条直线和抛物线相交，被抛物线截得的这个线段，这个就是弦啊。经过交点的直线，其实呢它还可以叫做交点弦。那么现在它的倾斜角是90度。A1 啊 ，A 和 B 的坐标我们都表达完了，让我们求 x1乘以 x2。由于 AB 是垂直于 x 轴的，点 A 的横坐标和点 B 的横坐标都是等于点 F 的横坐标，也就是， x1是等于 x2 都等于p。那么显然 x1乘以 x2。2p乘以2p，它是p的平方，顺利的就得到这个结论了。那么当 x 等于p的时候，带到这里边来，相应的 y 值呢，所以 y 就等于p， 2约掉了 p 乘以 p 方。y 方等于 p 方 ，y 就等于正负 p， 也就是 y1 是等于 p 的 ，y2 是等于负 p 的。点 A 的坐标呢，其实它就是p逗 p， 点 B 的坐标呢，它其实就是p逗负 p。所以此时此刻 y1 乘以 y2， 负 p 乘以 p 显然是负 p 的平方，这个结论我们也得到了。那么斜率存在的时候呢，它没有垂直于 x 轴，倾斜角不等于90度，斜率存在的时候，这是一般情况，所以呢我还要研究一下。尽力制造坐标系，快速的勾勒出抛物线。这是交点 F， 坐标是p逗0。这回我做的经过 F 做的这条直线，它的倾斜角是阿尔法。它和抛物线交于点 A， 要把它设出来，交于点 B， 点 B 的坐标是 x2y2。那么既然直线和抛物线相交了，只要提到直线和圆锥曲线相交，我们就联立。所以我需要求直线 AB 的方程。既然你斜率存在了，设斜率为 k， 所以直线 AB 的方程为便携式，经过点 F 了吗？ 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去p。直线 AB 的方程我写完了，那么你和抛物线相交，当然要把你们的方程联立。抛物线的方程是 y 方等于 2px， 消谁方便就消谁。当然消 y 方便，所以消 y 得。我们在草纸上做 y 就是它 y 方就是 k 方倍的 x 减去p的平方，然后等于 2px。左边呢，我要展开整理
它是 k 方倍的 x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就是 px，k 方 px 加上p方乘以 k，k 方 p 方减去2px等于0，把它们俩合到一块儿，所以我得到的是 k 方 x 方，它们俩提出负的 k 方 p 加上2p 倍的 x， 常数项是k 方 p 方，然后右边是0。我得到了以 x 为未知数的2次方程，那么要表达 x1 乘以 x2， 它是等于 a 分之 c k 方分之k 方 p 方，分子除以分母乘以 k 方分之1 k 方约掉了，最后的结果依然是p 方，和我们刚才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就要考虑 y1 乘以 y2，y1 乘以 y2 这里边没有，因为我是消到 y， 所以呢，点 A 你在抛物线上，点 A 的坐标满足抛物线的方程，一知 y1 的平方是等于2倍的 px1。同样道理，点 B 也在抛物线上，点 B 的坐标也满足抛物线的方程。y1 的平方乘y2 的平方，它也是 2px2， 所以 y1 的平方乘以 y2 的平方就等于p方倍的 x1 乘以 x2， 我们把它带进来，4就约掉了，变成 p 的4次方，所以 y1 乘以 y2 的平方等于 p 的4次方。那么 y1 乘以 y2， 我要开方，它是等于正的 p 方呢，还是等于负的 p 方呢？显然呢，一个点在上，一个点在下，被 x 轴分成上下2个坐标，肯定是1号的，所以 y1 乘以 y2， 我们不要正的 p 方，而要负 p 方，也得到这个同样的结论。好，这个知识点呢特别的重要。2种方法，特殊的情况和那种情况我都给大家推了。那么没有相关的习题，我们遇到题的时候，你知道有这样一个知识点存在啊，这个我没配例题。下节课呢，这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个小结论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结论。